2026年我到底应该买哪台相机？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2张照片，大家来猜一猜哪张是手机拍的，哪张是相机拍的。3、2、1。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下，像这样通过网络其实已经很难分辨手机和相机拍的照片了。手机摄影的进步在不知不觉间把摄影能力普及给了绝大多数人。那在这样摄影平权的时代，买一台相机就需要一个特别的理由。我上一次相机推荐还停留在2020年5月，6年过去了，显然相机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按照几年前拼参数的视角去看，这几年相机的更新其实遇到了瓶颈，这也是我最近都没有做评测的原因。举个例子，以前评价成像标准的画质越来越无足轻重了，因为大家的画质都很好了，照片技术到头了，就开始卷视频规格。但是如今的视频规格也已经很厉害了，甚至很多创作者只用手机拍视频和照片就完全够用。所以，我为什么需要买一台相机？我的答案是情绪价值。相机在拍摄的过程中能否给我带来愉悦？我用它拍出来的照片是否风格独特、质感特别？这也许成了普通人买相机最大的理由。所以这期视频第一部分，我想先推荐给大家的是风格各异的固定镜头便携式相机，第二部分是生产力工具，第三部分是创作类相机。卡片机在前几年的定位很尴尬，既不如手机便携，又不如无反相机功能强大。然而在社交媒体盛行的现在，它们因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又重新赢得了大家的关注和喜欢。比如我手里这台最小巧的相机是 Team 送给我的理光 GR4 HDF， 这些是我用 GR4 拍摄的照片。无论是拍摄立马在屏幕上回放，还是回到电脑上看，它的成片都非常漂亮。它内置了很多色彩风格，我最喜欢正片，所以也只用这个来拍摄。它的色彩淡雅，但影调又有一些重量感，在肤色的表现上非常出色。其实我原本是最想要 GR3X 的，因为焦段是40毫米，是我会无脑选择挂机的焦段。但用了 GR4 的28毫米镜头后，我觉得对于一台随时从口袋里掏出来，需要能够适应狭窄或是宽阔的不同环境的相机来说，28毫米可能是最优解。作为一台这么贵的相机，它的缺点也很鲜明。首先就是对焦不太行，经常拉风箱，拍出来的照片很可能有意识流元素。电池续航也不长，出去玩拍的多的话，我尽量会在坐车的空隙给它补电。通常我会很注意照片的横屏竖直，但能做到秒开的 GR4能让我抓拍到更多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这种构图更随机的拍摄方式会让照片更有生活感。说实话，我觉得 GR4 有一点点贵，GR3 的性价比会更高。如果你能原价买到的话，这台 GR4 HDF 的后面3个字母是搭载了一个内置的柔光滤镜，价格比普通版贵2000左右。HDF 模式整体画面锐度会稍微下降，但画面会柔和很多，特别是高光的部分。如果你很爱这个效果，那就买 HDF 的版本，不想用的时候也可以关掉，对画质就没有影响了。理光 GR 系列还有一点很惊艳的是，几乎没有其他的相机能够做到和它同样体积的同时，还能塞进去一块 APS-C 画幅的传感器，所以它的画质真的很棒。2570万的像素，不论是正常画幅的打印还是网络传播，都已经很足够了。262克的重量只比 iPhone 17 Pro Max 重一点，放在各种衣服口袋里都不会有什么负担。有一个让我决定出门到底带 GR4 还是带富士 X160的决定性元素，就是闪光灯。这2台相机的传感器尺寸相同，都是 APS-C， 都有机身防抖，其实都能够做到手持拍摄一些夜景。但闪光灯可以给日常生活记录带来一种魔力。原本的 GR 是自带闪光灯的，但是从3代之后就砍掉了，需要另外买这个配件。它也很小巧，不需要额外的电池，但是有点难以驾驭。测光容易出问题，拍出来不是欠爆就是过曝。对于一台需要快速拍摄的相机来说，这让这个闪光灯的实用性大大降低。所以如果考虑到会有很多夜晚需要闪光灯的部分，我就会带这一台富士的 X160。成功率大大提高，亮度也足够，但代价就是相机会大一圈重一点，放在衣服口袋里会有比较强的存在感，但画质也会提升很多，像素几乎翻倍，达到了4020万。多了翻转屏，对焦速度和成功率也会提高很多。这些是我用 X160拍摄的照片。
这是我最近休闲登山的时候带的最多的一台相机。屏幕的显示效果感觉和 G24 差不多，除了内置闪光灯，这台相机还有2大互相配合的杀手锏，一个是富士生命远洋的胶片模拟，一个是内置的 ND 滤镜。因为我的审美是喜欢自然柔和的感觉，所以我基本上只用柔和这个胶片模拟，其他的我个人觉得多多少少有些过于的风格化。除了胶片模拟的设置，我还会把动态范围调整到 DR400%，同时 ISO 会强制从640起跳。那么 F2 全开的光圈在白天基本都会过曝，但最妙的就是这个内置的 ND， 我把快捷键设置在了这里，很方便调用，这样拍出来的照片高光就会有更多的细节，这和胶片成像的特性就更接近，更容易拍摄一些有胶片感、糖果感的轻飘飘风格的照片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画质，还可以选择中画幅版本的 GFX 100RF， 这2台相机的使用感受很接近了，但就是没有内置闪光灯了。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台呢？在这个类型的相机里，我还有一台更小众，也是最贵的，定价33989元的索尼 RX1R3。这是我去年攀登威登峰虎8的时候随身携带的相机，陪伴我连续2次挑战无人之境。这是我用它拍摄的照片。那是一座技术型高海拔微登峰，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次进山至少需要3天，我们得背上所有需要的物资，所以为了安全，必须极致的去做装备的轻量化。视频用了 iPhone 17 Pro Max 和 Osmo Nano 运动相机做主力，照片就选了这台。也许你会疑问，为什么这个相机这么贵，谁会买？但其实它有一批非常固定的受众，比如我这种极限攀登的场景下，它就是我的最优解。它是这3台里画幅最大的，全画幅，35毫米焦段。6100万像素，甚至比富士的 X160还要轻一点，对焦非常快，基本不存在虚焦。即使是高海拔高强度的运动中，随时拿出来都能弹无虚发。我当时用快挂把它固定在攀登包的腰带上，觉得自己挺像一个牛仔。在这样的攀登时刻，正常大小的全画幅相机可能根本腾不出手来操作。比起前面2台，索尼的默认色彩风格就会更还原，也相对平淡了一些。同时也为了符合我心目中川藏地区的色彩，我拍摄 RAW 格式，做了更重的后期。但这也是这台相机最强的地方，最轻巧的全画幅，最强的画质和动态范围，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后期。不过在这些年的发展中，索尼其实一直都在优化色彩。曾经初代 A7 到第3代为止，都会有人说后期比较难做，但到现在，其实指数色彩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在视频方面的进步是最大的，虽然同样都是 S-Log3，新一代相机的 S-Log3 色彩已经非常自然，而且已经有了些电影级的质感，估计不太有人用这台相机拍视频啊。但它的画质其实很好，能拍高码率的 4K 30帧，只是有个硬伤，没有光学防抖。但我觉得它已经这么轻了，我已经很知足了。所以其实我用 RX1R3 的场景会有些脱离日常生活，反而是在最极限的环境中，让我不错过重要的时刻。那么这几台相机真的都非常有意思，各有各的特点。其实如果放在5年前，我是不会考虑用这种小型相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偏执的觉得任何时刻都要用画质最好、最专业、最重的设备来记录。但是这些年的经历让我的理念转变了，我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相机，并且发现它们的闪光时刻。我还有2台胶片相机很适合随手拍摄记录，一台是全画幅的尼康35钛，一台是6.7画幅的 Makina 670。尼康35钛的设计非常有特点，顶部像一个复古质感的表盘啊，不，这是真骨。我就是因为颜值和小巧买的它。同样内置闪光灯，35毫米焦段，自动对焦，拿起来就能拍，也陪伴我登过几座山。它的缺点就是只有单点对焦，而且经常跑焦。而 Makina 670是我的摄影启蒙导师之一，石川直树最常用的相机，陪伴他完攀了14座8000米的雪山。所以这台相机的特点就是折叠结构的旁轴6.7画幅，兼顾了最便携和最好的画质，收纳起来没有凸起，
非常适合塞在登山包里或是挂在身上。纯机械结构不需要电池，适合没有补给的长期旅行。还有这颗等效42毫米左右的焦段，成像极为优秀的 f2.8 大光圈尼克尔镜头，帮我拍下了许多旅途中邂逅的风景。Look around, take a breath, take it all in. Every moment led to this. We were always meant for this. Take my hand. Here we are, new beginning. Every day in front of us. We were always meant for love. We are. 但有些反常识的是，这么台纯机械的其实并没有那么耐用。皮腔和经常需要伸缩折叠的镜头可能更容易出现故障。据说实穿指数基本下山一次就要去保养一次。那么除了这些，胶片相机还有很多无法忽视的缺点，比如购买时的不确定性和后期冲扫的额外花费。但它就是这么一种缺点和魅力并存的相机。如果你觉得数码相机已经没有办法带给你新鲜感的时候，那就去试试胶片吧。到这里，便携式相机就推荐完了。假如你的需求是又能拍照又能拍视频的生产力工具，那我们就离不开御三家的索尼、佳能、尼康，还有富士和松下。虽然网上对这些品牌谁强谁弱一直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能活到现在的都是这么多年相机市场上厮杀下来的强者。像我最喜欢的玛米亚，它那么好，但是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普通人选过相机，可能最先从品牌开始抉择。因为这些和上面推荐的固定镜头相机不同，买一台可更换镜头的相机，这意味着选择一个品牌的同时，就选择了它的生态。索尼是我心中科技感最强的相机品牌，有着领先的传感器技术，走在时代前沿的对焦性能，还有极其庞大的一卡口镜头群。它是御三家中镜头设计最小巧轻量化的，轻量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同时，它还有着开放的镜头生态，这意味着你可以直接搭配很多物美价廉的副厂镜头。比如我最开始拍视频的时候，预算不太够，用的是 A7R3 配腾龙的2875，用了整整2年。索尼从入门机到电影级的产品线非常之全，划分很细，一张图都放不下。我自己最常用的配置是 A12加上 FX3A， 一台高像素，既能拍照又能拍视频，负责白天拍摄，另一台负责夜景。对我来说，这2台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场景，几乎没有短板。虽然都是发售有几年的机器了，但是用起来非常舒服。索尼之前一直被诟病的是屏幕和色彩，好在它现在旗舰级的屏幕已经很不错了。新一代的色彩科学也很漂亮，据说是从电影级威尼斯系列下放的，给了一个很棒的基准。我用索尼拍的大部分素材基本只套到 LUT 还原，没有做太重的调整。因为机型实在太多，所以我挑出了能够代表索尼消费级的3台相机，有着最强夜景视频能力的 FX3A， 代表着全画幅最高像素的 A7R6，还有照片和视频能力都很均衡的 A7M5。尼康在御三家里历史最悠久，已经超过100年了。前段时间阿尔忒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带上去的主力相机就是已经发布了超过10年的2台尼康 D5 单反相机和一台 Z9。尼康一直给人坚实耐用可靠的形象，它在胶片和单反时代缔造过很多传奇相机，比如尼康的 F 系列。就是现在，如果你对胶片感兴趣的话，也很推荐去试试。但是进入无反时代，尼康好像总是慢半拍。我觉得他们也意识到了色彩很重要，所以在照片方面推出了尼康云创，让用户有了类似于富士胶片模拟一样的滤镜社区。在视频方面，尼康是御三家里唯一没有电影级业务的，所以他们后面收购的 RED 出了尼康 ZR， 由 RED 直接操刀给 ZR 做了内录 log 3纪实曲线的视频功能，色彩科学极其优秀，可以说是1万多价位里色彩科学的天花板。但是目前只能拍体积巨大的 RAW 才能得到，一张512G 的卡只能拍摄18分钟的 6K 60帧视频，在硬盘存储价格暴涨的今天，还是有点难受。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会有支持 H.265 格式的 log 3纪实固件的话，一定得尽快发布。所以尼康我最偏爱的相机还是 Z9 和复古机身的 ZF， 这2台我都做过评测。
我记得当时把瓶子的机器还回去之后，足足等了半年才买到了原价的尼康 Z9。这是一台体育机，很重。后来我开始爬山，实在承受不了 Z9 的重量，就把 Z9 换成了 Z8。我们再来看佳能，我这几年佳能用的还是不多，能分享的有限。问了一下用佳能的朋友，大家的反馈是色彩和成像质感好。佳能不论是照片还是视频，色彩都很柔和自然，对焦也很快。在消费级相机下放了电影级的 log 曲线 C-Log2 之后，就更有竞争力了。同时，佳能的 RAW 视频规格在体积和易用性上也是最平衡的。但至今为止，佳能也没有开放副厂镜头的授权，因此选择佳能就只能买价格稍微贵一点的原厂镜头了。佳能的话，我会推荐代表高像素的同时兼顾视频的 R52和专精视频、暗光性能更优秀的 R64。索尼、佳能和尼康之所以是御三家，我觉得原因在于他们各方面都比较均衡，技术力均衡，市场占有率高，产品线完整，镜头群丰富。而且我总觉得日系厂商们好像在默契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再来看看富士，它的特点已经融合在了品牌名字里 ，Fujifilm 富士胶片。富士的相机大都有着胶片相机的复古外观设计，丰富的胶片模拟也是他们自胶片时代沿袭下来的独特品牌文化。虽然别的品牌也有各种色彩预设，但富士在这方面已经深耕多年。如果你在各种平台搜关键字富士胶片配方，就会出现非常多有意思的色彩预设。富士相机还有点不同的是，它们只有中画幅和 APS-C 画幅，没有全画幅。对焦呢也会比御三家差一档，但是他们却能把 APS-C 画幅卖得比全画幅还贵。最近几年富士的火爆也侧面印证了我前面说的，现在买相机的大部分人更看重情绪价值，而不是参数。最能代表富士的3台相机，我想应该是中画幅的 GFX100S2、XT5，还有刚刚上面提到的 X160。虽然 APS-C 画幅的富士谈不上性价比，但是现在中画幅的 GFX100S2 的单机身价格是32990，跟上面的索尼黑卡差不多，而且比哈苏中画幅便宜很多，还能拍视频。我现在还没有用过，但接下来会尝试用它去拍一些视频，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感受。品牌里最后聊聊松下，松下的对焦也是会比御三家稍微差一档，但是呢却有着非常独特的色彩。松下我只用过 S1RM2，画质和颜色都很好，特别是它的绿色让我印象深刻。我还请来了把松下作为主力相机的 Jasmine， 他会有更深的感受。Hello， 大家好，我是茉莉，一个资深的松下 M43用户。我用了5年的松下 GH6 和 GH5S 来进行视频创作。这么多年来，松下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色彩科学。我不太喜欢太繁琐的风格化调色，所以我需要相机给到我一个很好的起点。比如说，这些都是松下 Vlog 曲线下拍摄的4季，色彩的过渡非常柔和通透，尤其是肤色和绿色的表现，自带一种很自然的德味质感。因为它和徕卡的深度合作嘛。无论是早期的 Vlog L， 还是现在的新机型的各种 LUT， 松下的色彩都让我觉得很舒服、很扎实。经常收到评论问我是怎么调色的，我没有调色，这就是它自己的原生色彩。而松下的缺点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对焦，还有夜景。GH5S 因为是双原生的 ISO， 暗夜之神，所以它的夜景表现还可以。GH6 就不太行了，而且受 M43 底的限制。通常在 ISO 3200以上就有明显的噪点了，色彩也开始断层，这时候会感觉到它的上限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拍摄户外的夜景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选择全画幅相机。而防抖这方面，我觉得从 GH6 开始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日常手持的素材都很平稳。如果是猥琐的步伐的话，那长距离移动拍到素材也是可用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稳定器。其次，相机操作逻辑很科学。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很快速地调整拍摄参数，菜单也不繁琐，镜头群的体积紧凑，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对于手持党还有女生来说都非常友好。最后一定要夸夸松下相机的可靠性和耐用性。我的相机经常是风吹雨打，一会儿是-18度，一会儿又是雨里雾里泡着，还有从相机包里摔出去过。但是它的做工非常扎实，性能可靠，所以从来没有掉过链子。它不需要很金贵的供着，就是指哪打哪，非常的好用。好，谢谢 Jasmine 的分享。我非常建议大家买相机之前，先去线下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拿在手里的感觉和成像的质感。不同预算区间都有丰富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哪台能让你一见钟情了？上面这些传统相机都有一个庞大的机身，为了能够更无感的进行拍摄，近几年有2个相机品类越来越受欢迎，就是手持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拿我自己的视频工作流来举例，除了上面说的相机之外，
日常我还会使用 DJI 的 Pocket 或者影视的 Luna 拍摄移动过程中的画面。云台相机拍出来的画面稳定，画质也不错，简直就是 Vlog 神器。同时我还会带一个 Osmo Nano 加磁吸挂绳放在胸前做第一视角的记录，也会带一台 Ace Pro 2加蒲公英的吸盘放在车上录制车内的画面。登山和攀岩的时候也会带像 Osmo 360和影视 X5 这样的全景相机。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场景中，也会用到手机来迅速补拍一些镜头。比如我会拿 iPhone 17 Pro Max 用 Blackmagic Camera 录制 ProRes 422 LT 规格的 Apple Log 2视频，也会用 OPPO Find X9 Ultra 的 8K OPPO Log。之前可能没有特别跟大家提过，就是这些手机拍摄的素材放在视频里跟相机匹配，已经可以做到不违和了。科技的进步就是如此之快。我自己会把拍摄分为3种，一种是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拍什么，比如野生动物、拍建筑，我会选择工具类相机；另一种是日常生活记录，我会选择便携类相机；还有一种就是慢节奏的创作。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创作类相机。那首先，我为什么会把日常记录和慢节奏创作分开呢？不是说日常就无法创造出好的作品，只是我把明确的想要记录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和想要通过摄影来进行某种感受的表达分得比较清楚。这也是摄影与我的意义，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表达工具。比如徕卡、哈苏、马米亚对我来讲就是属于创作类相机。当然每个人对于创作类相机的标准不同，用什么来创作取决于你自己。徕卡的话，我最近真的深深感受到了它的魅力，打算后面专门出一期视频单独讲。X2D 也被我分类在了创作相机的类别里，我们在2022年就出过详细的评测。这台相机也帮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出版画册《冰岛异世界旅行》90%的拍摄。它也是一台充满个性的相机，不能拍视频、对焦、拉风箱，价格不便宜，但又有让人爱不释手的哈苏自然色彩和顶级的防抖和画质。尤其是这块屏幕，让拍出来的1亿像素照片像是被装裱好了一样精致，这是我爱上 X2D 的瞬间。后来他们还推出了大地探索家的限量版，更好的做工和配色让这台相机和徕卡一样，有着靠外观和设计就让人愉悦的能力。它的下一代是 X2D2， 对焦更好了，屏幕的材质从 LCD 升级成了 OLED， 但我个人还是更喜欢 X2D 的屏幕调教和质感，再加上我拍的风景题材也不需要太快的对焦，所以我私心还是更偏爱 X2D 一点。创作分类里还有2台偏门相机，一台是民用级别最大画幅的数码单反相机 H6D 400C， 发售价格32万人民币，现在10万左右就可以搞到；一台是中画幅胶片单反相机马米亚 RB67， 小几千就能入手。马米亚 RB67 我在多年前就出过一期详细的评测视频，更大的画幅能带来更强的空间立体感。H6D 400C 的传感器比 X2D 大了 1.48倍。这些是他拍摄的照片。其实，在画质上，同为1亿像素，除了更棒的空间立体感之外，乍一看和 X2D 画质差别其实并不会太大。我觉得使用这台相机进行创作的不同是，有光学腰屏取景，节奏会更慢，也更有仪式感，但也没有拍胶片那么麻烦，所以算是中画幅胶片相机的平替了。也是这台相机完成了我近些年来胶片的数码化翻拍。但其实 RB67 的地位还是很难被平替的。能够模块化更换镜头、取景器、对焦屏、机身、后背，最有特色的是前后伸缩的皮腔对焦。
能够大幅缩减最近对焦距离，可以拍摄惊人的特写照片。120尺寸的中画幅也能带来一目了然的空间立体感。马米亚这个品牌后来的结局呢，是被菲斯收购了。但即使在2026年，这台已经发布了36年的老古董，画质依然顶级。它帮我完成了《雪之国》这本画册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在这个环节，对相机的选择已经变成了该拍数码还是该拍胶片的选择。我想聊聊我这几年才想清楚的答案。其实，在画质上双方都非常优秀，只是胶片有更大的画幅，空间立体感会更棒。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像 RB67这样的胶片相机，复杂的拍摄过程会让最终的结果发酵，变得更有风味。数码相机所见即所得，拍摄完就能在原地立马和现实进行对比确认。拍摄的结果和心中的印象感受，在那个时刻就被定格。屏幕上现在拍到的和你后边看到的是一样的吗？而胶片在拍摄完的时候，结果是不确定的。等看到成片，至少也是旅程结束后，还要再多等2-3天，等待胶片被冲洗、扫描。而那个时候，时间让我们对拍摄时原来的场景的记忆变得抽象模糊，你只会记得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比如当时的感受、大概的轮廓和色彩。而冲洗完底片也是带着色罩，无法被正常观看的。不论是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彩色暗放放大，还是用数码扫描翻拍，胶片的负片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色彩的。所以最后成片的这个步骤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胶片很难还原当时的场景，因为就连拿来参考的记忆都已经变得模糊。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和拍摄过程中自带抽象的过程所体现的朦胧感，让我觉得胶片更适合用来表现那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受，就是那种你不知道该如何用言语表达，但却心里又痒痒的，不想让它溜走，抓住了它最后一节尾巴的那种感受。这些年视频的发展我们都有目共睹，视频的确有着更丰富的信息量，动态的画面、现场的收音都会更有代入感。这样你的注意力和最终的感受会在观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被更快的确定下来，而使用胶片所表达的那种朦胧的感受，也会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去感受的可能性。在观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开始，观众的感知也会从朦胧经历一个过程，在连接到自己的某段记忆或是某种感受后产生共鸣，这种感知最终才会被确定下来。这是我觉得视频没法代替的照片的魅力。用照片进行表达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不是照片这种载体不行，只是在这个视频横行的年代，用照片表达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了。到底什么时候该拍胶片，什么时候该拍数码，这个问题我真的想了很久，这就是我的答案。经常会在评论区看到有人问这张照片是用什么相机拍的。虽然这是一个相机推荐视频，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那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相机只是一个工具，决定拍摄内容的并不是相机本身，而永远是背后的那个人。要说这些年我的改变，我觉得是不再固执的一定要用大相机去包揽一切的拍摄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目标是那些精心制作的纪录片和电影，但我发现比起专业相机拍出精美的画面，那些没什么构图精度要求的小相机可以更及时、更轻松地记录当下的感受，而真实的情感表达和有意义的瞬间永远比画质重要。上一次相机推荐隔了6年，那我们不妨来大胆预言一下，下一个6年又会发生哪些变化？真正的第一视角，我的世界。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视角登雪山了。Hello， 哇，我觉得这段空间视频肯定会特别有意义。
哇！看，那边是我们1周之前在的岛。啊，我们当时就是越过了，站在对面的那个山上，然后看到中间这个山，然后你跟我说罗布根这边的雪很厚，你跟我说这里是罗布根群岛。不敢相信哈，我们就爬到这边的山上来了。哦，那首先